在俄乌战场上，经常能看见一种宽扁的装甲车，就像大爬虫一样，在前线兢兢业业运送着装备和士兵。偶尔，这型装甲车还会被安装上武器，作为临时的火力支援车。谁曾想，这种在前线经常出现的装甲车，却不是为了前线而设计的。而如果我们以血统分析的话，它其实应该是轻型坦克。本期视频，火力军就带您了解这一型相当纠结但非常成功的装甲车。其实认真来说，今天我们的主角不应该是一种装甲车，而是一种通用的履带式装甲载具。任务职能有点类似于二战时期美军的吉普，侦察、运输、医疗、驮载各种任务都可以顶上。而本身自己又是一种相当物美价廉的产品，那它究竟为何诞生，又叫什么名字呢？如果我们真的要了解它的来龙去脉，那故事就要从二战时期开始了。苏军在战争中非常强调炮兵的使用。在苏德战争期间，几乎所有战役，苏军都是炮兵打完，然后坦克和步兵开始冲锋。苏军如此重视炮兵的运用，所以他们很快开始对自己的炮兵不满了。最主要的问题是，苏德战争前期苏联的惨败导致其丧失了相当程度上的运输载具生产能力，因此苏德战争时期，苏军的火炮大多数为拖曳火炮，只能使用宝贵的卡车进行拖曳。卡车主要设计师为了运输而不是拖曳火炮，长时间低速拖曳火炮对于卡车的行走机构损伤很大。而且卡车虽然可以携带货物越野，但不代表它可以拖曳火炮越野，这也让炮兵部队的机动性打了折扣。这样的困局有两个解决方式，一个是装备大量的自行火炮，另外一个就是开发一种专门的火炮拖车。由于苏军失去了大量本该用于生产自行火炮底盘的设备，在战争中苏军的自行火炮一般使用坦克改装，这只是权宜之计，坦克底盘比起自行火炮底盘更贵，大量使用坦克底盘改装自行火炮要亏掉裤衩。所以苏军打算开发一种履带式底盘的火炮拖车，既节约资金，也把卡车从繁重的火炮拖曳任务中解脱出来。在二战结束之后，苏军基于为空降兵开发的 ASU-85 自行反坦克炮底盘，开发了第一代履带底盘火炮牵引车，即 ATP 和 ATS-59 火炮拖拉机。前者是拿掉主炮的 ASU-85， 后者则是 T-54 底盘和卡车的结合。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 ASU-85 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混号拖鞋。这台车不仅是敞篷的，乘坐空间还小得可怜。由它开发的 ATP 火炮拖拉机，苏军一个炮组坐在里面，挤得和沙丁鱼罐头一样。而 ATS-59 更是重量级，虽然这东西是 T-54 坦克的底盘，它又大又重又贵，但它不防弹。它的上半部分就是完完全全的卡车驾驶室，即使是手枪也可以毫无悬念的打穿。总的来说，苏军制造了一大一小两种专才。在这儿火力军还真没黑苏联，因为苏联在拥有核武器之后，一切的敞篷车都是棺材。在苏联核火力突击的学说下，漫天飞舞的放射尘将严重杀伤暴露在外的苏军炮兵。在这个前提下，苏军不得不被自己的核弹倒逼开发下一代火炮牵引车，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MT-LB 多功能牵引车的由来。之所以说它有轻型坦克的血脉，是因为苏联高层为了尽快获得可靠的核生化三防能力，不得不使用一系列具有核生化防护能力的成熟履带底盘。而 MT-LB 的底盘正好就是和 BTR-50 一样，属于 PT-76 轻型坦克的深度改进。在了解了它的身世之后，更大的疑问也随之而来。MT-LB 作为一种为火炮牵引而设计的车辆，又怎么会出现在俄乌战场的第一线呢？ MT-LB 的名称是斯拉夫文字中多用途牵引车轻型装甲的缩写，它并不只作为一种牵引车进行开发，因为 ATP 和 ATS-49 都已经证明了，作为一种单纯的火炮牵引车，它并不需要太厚重的装甲，只需要在二者基础上增加够用的核生化防护能力即可。而 MT-LB 基于 PT-76 底盘设计了装甲，就代表它一定是要上前线的。MT-LB 作为一型通用履带式车辆，拥有一个二人车组，驾驶员负责开车，车长兼职炮手，操作位于车体前部右侧的 PKT 机枪炮塔，为本车提供最基础的防御火力。在他们身后， MT-LB 的载员舱可以携带11名步兵，或者2吨的舱内货物，
它还可以拖曳重达 6.5 吨的负载。由于其基于 PT76 2栖坦克的底盘，所以 MTLB 支持无准备幅度，它可以使用履带划水推进，在较低负载的情况下横渡河流或者湖泊。最值得注意的是 MTLB 的车高仅为 1.86 米，在一些情况下甚至还不如人高。低矮的车高为 MTLB 提供了良好的重心，所以它也成为了一个通用底盘的提供者，为其他高级武器提供一个可以两栖幅度并且拥有可以防护轻武器的基础装甲的底盘。这种设计思路类似于 M2 布雷德利步兵战车和 M987、M993 通用履带式底盘。这个思路其实很简单，既然 MTLB 是火炮牵引车，那它如果不牵引火炮，而是驮载火炮，是不是就能让火炮变成自行火炮了呢？这个想法虽然很大胆，但是实行起来一点也不困难。比如苏军最常用的自行火炮122毫米 RS1 康乃馨，使用的就是 MTLBU 底盘。这个底盘就是 MTLB 加高改进而来的。之所以使用增高改进型而不是原型，主要还是因为 MTLB 太低，而自行火炮需要在车体内保存大量的炮弹导致的。同为火炮 MTLBU 底盘还作为了 RS34 玉簪花120毫米自行榴弹炮的底盘，这是加装了120毫米 RA801 榴排炮以及可旋转360炮塔的改型。除了炮弹这种不能制导的武器之外， MTLB 底盘衍生车还可以发射各种精确制导武器。在战争雷霆中就有这样一种基于 MTLB 底盘的导弹发射车，即 9P149 风暴 S 和 9P149M 风暴 SM， 二者都是游戏中的反坦克利器，前者可以凭借低矮的身形只露出导弹发射架对敌人进行攻击，而后者的导弹则可以用毫米波雷达制导，无视雨雪烟雾等恶劣环境影响，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精准命中敌人。反坦克导弹都能安装在 MTLB 底盘上，那防空导弹自然也可以。著名的低空防空导弹的代表 9K35 剑石，北约代号 SA13 金花鼠，使用的底盘也是 MTLB 的。基础版本的 9K35 标配有4个导弹发射筒，但也有2个发射筒的型号。这型导弹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俄乌战场近距离野战防空的主力。苏军的这些制式改装型号只能算是给 MTLB 的发展潜力开发了一小部分。如果在今天有人要问到底是谁称得上 MTLB 改装王，那这个名号乌克兰实至名归。在苏联刚解体的时候，乌克兰的 MTLB 还算正常，但很快乌军发现他们缺少的诸如 BMP-1 和 BMP-2 等步兵战车，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产生了将自己拥有的大量 MTLB 底盘改装成步兵战车的想法。这也是为什么在当下的俄乌战场上，我们能看见大量的 MTLB 活跃在一线，带着步兵冲锋陷阵，而非做他们的本职工作。当然，由于乌克兰的财政问题， MTLB 的改装工作并没有太多的花样，而且乌军在和平时期对于步兵战车的需求并不迫切，所以对于 MTLB 的大规模改装大多数是俄乌战争之后开始的。最基础的改装型号就是什么都不动，保留大部分 MTLB 的结构，只变动火力部分，将火力孱弱、视野不佳的剂量62毫米 PKT 机枪炮塔换装成敞篷的带有全向防盾的 12.7 毫米德什卡重机枪，以求在近距离的遭遇战中可以使用火力压制俄军的轻型装甲单位。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可以选装，而且改进也无需兵工厂，而是在前方维修厂中就能完成这些改动。所以加强火力和防御的偏好往往根据部队的需求而变动，一部分则在车体后焊接有 14.5 毫米 KPVT 重机枪的，并且在四周有钢板保护射手，而另一部分则选择加强自己的防御，使用战场上捡到的钢筋焊接可以防御 RPG 的格栅式装甲，但更多的则是格栅式装甲加机枪都有升级的版本。当然，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这样的改装充满了我寻思这能行的风格。外露的重机枪缺少对射手的保护，也缺少对目标的观察手段，更何况这些重机枪完全由人力操控，完全不具备行进间射击能力。只要对手足够幸运，那么一颗步枪子弹就可以让机枪哑火。火控系统需要足够的产能，但对射手额外的保护则不需要。所以对比起前面的陆天机枪 MTLB， 现在乌军使用的 MTLB 基本上被称为双炮塔的改型。他们要么主动加高车体后半部分，并在加高的车顶上安装 BTR-60 的炮塔，要么是直接切掉 BRDM-2 车体的上半部分，直接焊接在 MTLB 上，增高了车体可以满足炮手战力操作炮塔的需要。而 BRDM-2 和 BTR-60 的炮塔在可以抵挡轻武器射击的同时，还拥有一挺 14.5 毫米 PKVT 机枪的火力。
这样的改装并不需要拆卸 MTLB 原本的 PKT 炮塔，虽然增高的部分牺牲了 PKT 炮塔后半球的视野，但多了一挺有防护的 14.5 毫米机枪，没人会对这种改装提出异议。这种火力加强改型治标不治本，它没有根本上解决车辆无法在行进间射击的问题。在欧美军援到达之前，乌克兰自己并没有成熟的拥有稳定器的武器站，唯一的特例是安装有土耳其 ICRDAR 遥控武器站。在这个武器站上集成了 14.5 毫米 KPVT 重机枪和 7.62 毫米 PKT 机枪，不仅拥有垂直稳定器，还有2具 SKIF 反坦克导弹发射器，提供了最基础的反坦克能力。这是一种独苗的 MTLB 改型，因为其 ICRDAR 遥控武器站是乌克兰和土耳其合作开发的重型遥控武器站之一，特点是可以不在车顶开动的前提下，拥有遥控发射反坦克导弹的能力。根据火力军推测，这个遥控武器站可能是乌克兰仅有的一台工程样机。目前该型 MTLB 步战车则下落不明，很有可能已经在战争中损失。对于乌克兰来说，最大的问题在于 MTLB 的底子非常差，由于正面没有抗弹外形，必须极度依赖副驾装甲，才能让它达到和普通步战车基本一样的防护水准。为了方便车组成员观察外界，而设计的大型车手玻璃则是毫无疑问的防弱区。为了弥补这些弱点而额外增加的装甲，以及为了增强自保能力而安装的武器设备，毫无疑问会为 MTLB 增重。这样一来，它原本就孱弱的动力系统表现就更加不堪，会直接影响在战场上的机动能力，属于水多加面，面多加水的困境。即使是再缺步兵战车的乌克兰，在国际社会援助的 BMP-1 和 BMP-2 到货之后，也很快放弃了将 MTLB 作为一线战斗车辆的想法。或者说，乌克兰从来就没有想过让 MTLB 挑大梁。一部分的 MTLB 底盘安装上箭矢防空导弹废弃的发射架，发射架末端安装有 B8 火箭弹巢，发射80毫米 S8 高爆火箭弹，充当自行火箭炮使用。当然，80毫米 S8 本来就是一种十分贫弱的火箭弹，再加上是机载火箭弹设计，所以射程并不远。炮兵们往往需要冒着被定位甚至是被击毁的风险抵近目标射击。即使是这样 S8 的精度也依然感人，因为在发射时，箭矢的发射架无法承担持续震动下稳定火箭巢的作用，所以这种自行火箭炮的散布只能是随缘，能蒙中一个是一个。更精准的自行火箭炮也有，基本上是在 MTLB 后方焊接 BM21 的40连装120毫米定向发射管，所制造的产物仅仅是将更容易被弹片损坏的卡车底盘的 BM21 简单换装为了履带底盘。这种自行火箭炮同样没有火控系统，但更长的定向发射管让它的精度略好于只使用 B8 火箭巢的型号。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前，乌克兰也动用过将 MTLB 改装为勉强能用的步兵战车的心思。这个想法持续时间相当之长，最主要原因还是财政相当紧迫，无法购买更多的苏系步战车。并且 MTLB 是一款成熟的10吨级履带式装甲底盘，一旦改装成功，乌克兰就可以和出口 T84坦克一样，将改进版本的 MTLB 步战车大规模出口，以赚取外汇。在解体后到顿巴斯危机爆发的这段时间内，乌克兰设计过一些关于 MTLB 的改进方式，这些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如何增强 MTLB 的火力来进行的。整个计划的初始型号被称为 R6， 其主要火力是一门安装在车顶上的 2A72 自动炮。乌克兰生产版本被称为 ZTM1， 这样的火力只能和苏联的轮式装甲车及 BTR-80A、82A 相等，并且在战时也不能指望30毫米 2A72 有哪怕一丝的反坦克能力。所以下一个阶段就是在拥有一个大致设计构型上继续在炮塔上堆料。新的武器站被称为暴风，除了拥有30毫米 ZTM1 机炮作为基础火力，还学着 BMP-2M 在炮塔上集成了一挺 AG-17 榴弹机枪。作为近距离反人员补充，炮塔右侧还携带有2具乌克兰自研的屏障反坦克导弹发射筒。这种拥有反坦克能力的改进型则被称为 MTLB MSH。这型改进版本曾经出口了26台到缅甸，但并没有掀起什么波澜。主要还是因为 MTLB 本质上是一种履带式装甲卡车，其装甲只能抵御普通 AK 铅心弹，这样的装甲防护是 MTLB 改装步兵战车的最大短板。即使火力再强，也很难对标专业步战车，这也是缅甸买它的原因。毕竟缅甸可遇不上什么步战车对碰的情况。在2014年顿巴斯危机之后，乌克兰再次启动了 MTLB 步战车进程。虽然都是 MTLB 当步战车，但这次和之前完全不一样。之前是为了让 MTLB 出口创汇，而2014年则是为了让 MTLB 底盘真正变成乌克兰自研的步兵战车。由于要自研步兵战车，所以乌克兰工程师们终于不再折腾 MTLB 底盘了，
转为折腾 MTLB-U 底盘，也就是 2S1 自行榴弹炮的底盘。这主要是因为 MTLB-U 比 MTLB 更长，车高也更高，可以装下更多设备。作为步战车的话，成员也能更舒适。这个计划中诞生的最终产物是一种被称为凯夫拉 E 的步兵战车。它在火力上使用 BM-3M 风暴 M 炮塔，拥有一门30毫米机炮的火力。除了拥有火炮稳定器之外，它还拥有标准的夜视仪与热成像设备。为了改进 MTLB 糟糕的防护，车手车体两侧都安装有附加装甲，车体下半部分更是有裙板来保护行走机构。这样一来，该步战车的重量增加到了 15.5 吨。抛出武器站的重量，其防御能力可以被估算为正面抵挡 12.7 毫米穿甲弹，侧面抵挡 7.62 毫米铅锌弹的水平。虽然依然要弱于2010年代标准的步兵战车防御能力，但考虑到 MTLB 底盘本来就是纸皮，能达到这样的防御能力，乌军也只能掐着鼻子用了。除此之外，这台车最大的亮点在于使用了 MTLB-U 的增高车体后，又加高了后半部分。即在原舱顶部的车体虽然看起来是个驼背设计，有点奇怪，好处在于乌克兰工程师们在车尾有足够空间塞进欧式的跳板门设计，成员再也不用通过狭小的尾门上下车了。2022年2月底，凯夫拉 E 原型车交付乌克兰军队之后，在哈尔科夫地区被拍下照片。目前来说，基本上乌克兰正规军的 MTLB 步战车都是凯夫拉 E 的型号，除非是战损太大或者补充不及时，否则基本上乌军不再使用外置机枪的 MTLB 了。总的来说， MTLB 是一种多功能巧手，你可以让它去做任何事，不管是在一线还是在后方，它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作为一种设计于20世纪50年代晚期的10吨级履带通用底盘，在服役了将近70年之后还能有如此活力， MTLB 的优秀也由此可见一斑。当然，这种活跃中也隐藏着一些无奈，毕竟如果自己能研发一种新的履带式通用底盘，又有谁会抓着老旧的 MTLB 继续让它在新世纪发光发热呢？好了，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什么想要补充的，欢迎在评论区和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